哎，灵魂起床了。我是星际界长，让我们一起遨游星际吧。我是观察员，每个时空的切片都有我的觉察。我是开灯姐姐，让我们一起开启神性与佛性。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一样来回答，就是各位家人们在下面留言的问题。好，第一题，有位家人说，请问被拿掉的小孩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吗？我们从更高维啊，或者说灵魂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对不对？其实也不是，你觉得就是对不对？我们可以就是因为在灵魂出生前的计划，他早就知道会不会被生出来。那有一些灵魂，他确实只是想要体验在妈妈肚子里面的那个感觉而已，然后他体验完毕就离开。所以所有的死亡，我们认为死亡应该这么说，往生往新的地方去，其实都是灵魂的决定。那有一些宝宝可能在过程中他突然胎停了，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对，我们以为只有胎停才是，或是他在这个怀孕过程中才是，但有一些人会觉得是妈妈选择决定，因为我可能怎么样，所以才把小孩拿掉。但其实不是，这是共同创造。他早就知道在这个时候你不会把他生出来，他才会投身到你的这个子宫里面。那要不然他为什么不是去投身在会把他生出来的那个妈妈身上呢？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后来学习到后面，然后也可以知道跟这些灵魂去对话的时候，发现所有都是灵魂自己的选择。对，可是更早期以前，可能很多人就会讲说，如果有拿掉小孩的人，大部分的妈妈都会有很多的伤痛，她也不愿意，然后也因为这个伤痛，她会内在产生一些罪恶感。那也是因为这个罪恶感呢，我们会一直把这个灵魂绑在身边。其实灵魂早就回到光中了，但我们一直去绑住那个能量的时候，就会创造出所谓人家讲的阴灵。所以本来是没有阴灵的。如果我们回到源头的角度来看，这些本来就是故事啊，本来就是剧情，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但为什么会有阴灵？是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有阴灵这样的角色跟剧本，然后去抓了某个资料，异世界抓了有阴灵，然后所以你去宫庙，去很多地方，所有的解读师就会解读说，哦，你有个阴灵跟在你身边。但事实上有没有阴灵？没有。有没有阴灵？有，就空有不二，回到源头没有。那所以很多人呢就会一直想要去疗愈这个阴灵，就是去做很多超度啊之类等等的，去超度这个阴灵。结果再怎么超度，怎么好像都没有走。其实不是没有走，是因为罪恶感没有处理，是没有处理那罪恶感。那我们之前讲过，罪恶感自责的频率在哪里？30的能量频率，所以你会一直处在这个低频的频率。但确实我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个案，也有一些这样的个案，让后来处理完，那也带他们去跟他们的这个被拿掉小孩灵魂对话的时候，他们发现原来都是小孩的选择，他就松开了那个事情，他就没有罪恶感了。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真相讲出来，让你知道其实是没有罪恶感。这就是如果你去疗愈掉这个罪恶感，你就会松开这件事情了。那确实是灵魂的选择。对，也有那种就是狂喝堕胎药，或是做任何堕胎，小孩就是拿不掉的。他怎么跳怎么那也有哦，就是做任何的堕胎药也是什么的，然后乱搞，他小孩就是还是会被生出来。所以就是有写这个剧本，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会离开，就是会离开。对。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剧情，没有这个剧本，就算你想要拿掉小孩，你也拿不掉。对，然后包含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小孩要来，他再怎么样他就是要来。就有的人比如说做了任何避孕，所有避孕措施都做了哦，对，他还是来了。对，你挡也挡不住。对，我还看过那种，就是生下来的时候，那个妈妈有装避孕器，对，生下来的小孩抓着避孕器跟着一起出生。对，有这个。然后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保险套也戴了，然后就是女生也同时装避孕器，对，然后也吃了避孕药，结果小孩是来了，健健康康。对，可能跟那个圣母玛利亚一样，因为就是圣灵怀孕。对，其实就是他要来的，就是他会想尽办法，就是
他就会来。他要离开的也是他自己就设定好离开，要不然他不会投身在这个会把他拿掉的妈妈身，因为在灵魂世界他早就知道所有剧本啊。对，所以如果以剧本的角度来讲，灵魂是这样。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就是有没有阴影这件事情，就是你疗愈跳他了，这个也会离开。那我们再讲一个，还有一些更比较阴影更走不掉的，就是甚至你去帮他立了一个牌位。因为你不想他走，你住相了，对对，你一直住这个相，其实你不想让他离开，这个反而让那个灵魂没有办法很好的扬升，同时你的罪恶感也没有办法清理掉。所以我们要先疗愈的是松开它，然后罪恶感这件事情。那会不会这时候很多人讲说，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我都可以随，就是好像我就是要去拿小孩什么，反正又不是我那个。其实我们不是要告诉大家这样的事情，就是你还是要对你的生命就是每一个当下去做这个负责。可是如果在那个当下，如果真的小孩你没办法离开，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我们的想法，其实是小孩也可能传了一个意念给你，在那个当下你就会决定把它拿掉，对，而不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去就是拿小孩或是罪恶感这件事，并不是这样。应该是说这也是灵魂剧本的其中一环，对，你跟他约定好这件事情才会发生。对，其实是就是说他还没投身之前就已经所谓的算是签合约嘛，对，是合约，就是灵魂那个就已经灵魂契约就写好了，已经约定好。所以我觉得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而是说我们要去觉察为什么会写这个剧本。你懂我意思吗？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可能家族遗传啊 DNA 啊，可能比如说家族里面可能也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个剧本无形当中你继承了你这样 DNA 的这个细胞记忆，对，确实无形当中你把它写进去了，或者是说可能比如说高我啊灵魂啊，可能透过这件事情可能是要处理一些关于可能业力的方面的事情或什么都有可能，就有很多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要往回去推说为什么我们要写这个剧本，我们要体验要学习的要经历的是什么，反而这个是可以从这些事情当中你可以去看得更深入的地方。有一本书分享给大家叫做《灵魂出生前计划》，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有提到这个吗？对，有提到这个，然后有提到自杀的，有提到比如说被性侵的啊什么什么的，很多的这些里面都有写到。就是说他不会没事安排这个剧情这个剧本给你，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些人就完全不会体验到这个过程，对，就不会有。对，有人也是年纪很轻啊，有经济压力啊什么，他也是愿意把它生出来。像我有一个国中同学15岁就生小孩，他现在小孩都好大了，对，他小孩已经20几岁了。你看我的小孩才刚出生。对，所以你看他跟无关金钱无关什么那些都没有关系的。就是一个灵魂的剧本，一个剧情。所以其实除了释放那个罪恶感以外呢，我觉得也是要觉察自己。对啊，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件事情啊，可能也是要触发你可能下个支线任务，还有或者说让你成长有可能。对，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回到佛法讲的，我们不讲佛教讲的，佛教讲的就是善恶啊，什么因果轮回这些等等。但如果你一直用的这个系统的话，不是说佛教我们要讲的，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另外一个维度，因为佛教呢，它里面讲到这些是用因果法则、业力法则的维度，但如果你提高更高维度，你才有办法理解佛陀讲的为什么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要不然如果你用业力法则，绝对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做了这么多坏事，为什么屠刀一放下，在那个开悟刹那他就成佛了？这不合理啊。对，所以如果你以佛法维度来讲，佛陀为什么能讲？因为当这个人如果完全开悟的时候，所有业力都消融到，因为他知道没有游戏了，他知道没有角色了，没有剧本了，已经回到那个空白，回到源头的完全状态，所以业力法则当然不适用啊，他就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如果你一直在那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系统的话，你认定这个程式就会永远无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会无法开悟成佛。这样可以明白吗？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啊，会把自己困在就是比如说自责啊什么那些愧疚啊，是因为他们因果法则也搞错了。对，因为之后可以讲一集这个。因为比如说拿掉小孩啊或者什么，这些都是已经过了，你懂吗？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因。对，因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灵魂的剧本啊、资料库什么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们会认为，我发生这件事情是不是针对果在做处理？对啊，这些都是已经是果啦，因为这些都已经示现出来啦。对啊，就是说，如果你要用因果法则来讲的话，其实大家也都误会。对，因为
其实我们讲灵魂计划好，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有一个你。在异世界，你绝对抓了一个我会拿掉小孩的因，就是我们有一个会拿掉小孩的因，光子重新排列组合就会事先拿掉小孩的这个果，所以要回来处理我们内在这个因。那这个处理掉了，我们再也不会有一个灵魂，他想要被拿掉就跟你做连接，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料库，所以他就会投身在有那个资料库的妈妈身上。对不对？就是共同。对，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妈妈没有这个因，她永远不会投身在这个人永远这辈子都不会拿下，因为他没有这个因，所以就像你刚刚讲，去处理这个因。对，所以你刚刚讲的觉察。所以为什么很多所谓的宗教好了，为什么要叫你忏悔，要叫你那个？他们会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处理那个果。但其实这都是独立的事，而且还会重复加资料。你越忏悔，就是你认定了这件事情，然后在这个因再重新加资料，然后光子重新排列组合，就一直实现这个果，就没办法放手啊，因为你就是一直觉得自己不好啊，那频率在30，觉得自己做错啊，或者什么的，就不断的在把那个愧疚感加深，有没有？所以其实这两个都是果，所以我们要处理的是上面这个因，对，这样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个意思？就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概念啊，因为可能很多的这个宗教啊或者什么，可能也是人传人啊，可能有些误解，对，所以不是说就是有什么是非对错，我们要把这个给跳脱出来、松开来这样子，对，就是每个角度诠释的不太一样。好，那下一题。有个家人说，如果一个人超过了55岁，从30岁开始却一直遇不到 soulmate， 我的灵魂伴侣是不是在精神的世界，而不是在肉身？所以这辈子都见不到了他，我已经等他很久很久了。精神，就是他的意思会不会就是只是在这个世界有，就灵魂那个伴侣，而物三维没有？其实不会，要跟大家讲，你一定会有灵魂伴侣在这个维度，这个维度，就是我们有这个肉体的这个维度当中，那会一直遇不到灵魂伴侣，其实有很多内在的创痛、创伤，或者是祖先或我们前世的某一些创痛、创伤记忆，让我们没有办法辨识出他就是我们的灵魂伴侣。对，所以即使灵魂伴侣来到你身边，你以为不是他，有可能就是他。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听下来啊，我觉得你要疗愈跟松开年纪这件事情，因为你会觉得你已经55岁还是怎么样，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已经遇不到了，你会把这个门自己把它关起来你会觉得我可能55岁怎么样的，这都是世俗的概念跟框架的这个价值观。那我觉得你可以不一定要认同它，因为我看到很多那种60、70岁也是结婚啊，对啊，而且遇到很好的对象，黄昏之恋，对，有一个什么电视剧什么妈别闹了。也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他还叫他不会去，他不会英文还是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而且灵魂伴侣跟你的年纪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灵魂伴侣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一个人会有很多的灵魂伴侣，绝对会有，只是为什么一直遇不到，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内在的很多的限制或是伤痛，去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了。对，那我其实还有家训，我之前好像有留言回过，就是这个我现在还是讯息进来，就是要疗愈妈妈母系家族这边的对婚姻情感的伤痛经验。可能母系的家族里面有一些人可能离婚啊，或者是在情感上经历了被背叛，或很多东西他写进了 DNA， 然后你也接收到了，你也有这个 DNA， 所以呢就会有这个记忆，然后我避免我的祖先跟我们自己，为了避免我再次受到伤害，我就干脆不要遇到，就不会有了。所以那是一个信念，那只要把这个疗愈掉了，或是去清理掉，然后不认同这个信念，你知道我有无限的可能，我绝对会有灵魂伴侣在这个地球，其实是真的有，那你就会再次遇见他。这很快哦，清理完。对，而且我觉得你要放掉所谓那种对结婚的压力啦，尤其可能女生吧，华人东方会觉得，我几岁就是所谓的什么大龄什么女子啊，圣什么，就是很多那种名词。对，就是什么大龄剩女啊，然后十几岁就一定什么20几岁就一定要结婚生小孩。你看我也没有，我也是40岁，不小心透露年龄，就是40岁了才结婚生小孩啊。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就是你要松开这个去觉察，就是说他们会认为这是不是真理，但其实不是，对，只是一个就像集体潜意识嘛，就是你可以跳脱出来啦，你不用被这个就是结婚的这种压力啊，跟年龄把它绑在一起。对，那我觉得你要去看更多的可能性，而且我们最近也上那个显化灵魂伴侣的冥想嘛，对，我觉得你可以多听啊，对啊，我觉得搞不好可能就是时机到了，你把这些松开之后，它可能就出现。对，所以不要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价值感，不要觉得自己年纪怎么样，就年纪跟价值是没有关系的，对吧？因为也有那种你活越久，你的生活历练啊、经验越多，搞不好你反而更有价值，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要找到自己内在的那一个可以让自己发光发热的这个价值感，然后你去把它显化跟吸引过来，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显化灵魂伴侣的那个冥想后面还有那个显化灵魂伴侣的正面肯定语，所以每天去念这个部分，你也会越来越有力量。那还有一个就是伴侣清单，你还是要持续去写，然后请源头去帮你改变它为更好版本的。所以你在跟着做显化冥想的时候，我里面都有带领到的，所以你就可以跟着去做这件事情。对，所以57岁，什么50几岁？57岁。说这个问的人好，57岁有可能会是神圣蓝图吗？还是就至少一定有7号意识，反正就至少会出现，我觉得是个蛮长久的关系。所以你把这个清一清，然后就是松开这些所有的程式跟所有的框架，你很快就遇到他了。哇，所以先祝福这个家人就是感觉快到了啦，好不好？57岁再留言给我们。对，到时候记得回来跟我们报喜，好不好？就是有在下面留言。发喜糖。对，就是我们也会替你感到高兴啊，替你感觉开心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回答这两个。OK， 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一样可以在下面留言，好不好？如果我们觉得不错的话，我们就是像这种方式拍影片来跟你们做回复。好，那喜欢今天的分享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还有留言哦。对，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大家拜拜，拜拜。我们要分享一个非常受用的一个小技巧，让你可以运用在你的这个财富啊、健康啊、生活的各方面，来帮助你去释放这个内在深层的情绪，或者是说我们累世的一些能量淤积的这个部分，所以也非常重要哦，一定要看到最后哦。这个方法呢是终身受用，而且每天受用，你每一天呢都可以把它用起来，而且非常的简单，然后也非常的有趣，然后这个会大量的释放内在深层的